各位，如果我跟你说一位大慈善家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呀，他吹牛他根本就不要脸了，你能相信这样的人他发自内心的是个好人，他能做得了这个慈善家吗？如果人们把这个钱都汇集到他手裡面，你覺得這麼一個這個吹牛吹的都沒有邊際的人啊，他能管好這筆錢嗎？這個韓紅啊，一句話走個面兒，這就塌房塌的徹底呀。感情啊，以前啊，人民群眾啊，沒有注意到他往年的這些言行啊。如果這個塌了房以後，人民群眾的雪亮的複眼，把這個韓紅這些年吹過的牛全給挖出來了。最新的一個也是觸目驚心吶。姑父特別頭疼，他不知道該怎麼教我。他說，他給我的微信寫得很長。他說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該怎麼去教一個天才的小孩。他說，但是我能看出來一點。正在指揮上面，在作曲上面，如果刻苦。微信，朋友們，在中國微信這才發明了多少年啊？20年都沒有吧？韓紅都40好幾了吧？人家40年前，他的師傅就用微信跟他聯繫。那位說呢，當年那是韓紅自己和他師傅之間人家自己發明的微信。滿嘴裡跑火車，就這樣的人，從根兒上來講，中國的網友給做了一個長長的分析，這就根本不可能是個好人，他只不過是那個借着自己的這個家庭的背景，用一連串的投機取巧獲得了他不該獲得的榮譽。請大家耐心看完，這期視頻的含金量還在持續上升。看完之後，包您驚出一身冷汗。什麼網傳走個面兒，什麼 F1 車手，什麼哈佛證書，什麼滿嘴跑火車的虛名噱頭，都是開胃小菜。這些東西全部忽略不計，咱們一概不提。今天我只聊公開可查、有據可證、全網可溯源、板上釘釘的真實過往，所有內容人人可查，都是公開資料。第一樁，最早的履歷底色，公開資料清清楚楚記錄。13歲初二階段，因為衝動打架，直接將同學打到骨折。因為這一次惡性衝突，直接輟學停學，終止學業。初3的校門都沒能踏入，高中更是一天都沒有讀過。在這裡我就要拋出一連串所有人都想不通的疑問，有沒有人能站出來好好解釋一番？咱們普通人寒窗苦讀，千軍萬馬擠獨木橋，一步一個台階往上走。我想問，一個僅僅讀到初二，高中一天沒有就讀的人，是如何順利拿到大學文憑？正常升學路徑擺在那裡，難道初二輟學不需要完整中學學歷就能直接考取正規大學文憑？這裡面流程是否順暢？有沒有不為人知的門路？是否托關係依靠圈層資源一路打通？誰能站出來答疑解惑？不光學歷疑點重重，還有更多謎題等待解答。如何順利進入部隊體系，一路晉升拿到副團級別的職務？又是如何當選政協委員？大家也都清楚，他母親本身就在部隊體系內，這裡面有沒有關聯？還有，樂壇舉足輕重的李雙江，為何會破格收他作為弟子？普通人想要獲得其中任意一項機遇，都要付出數十年努力，都不見得有如此待遇。整個過程令人細思極恐。可一連串機遇疊加在一起，像坐上火箭一樣一路攀升，這層層機遇背後究竟依靠什麼支撐？歡迎了解內情的人出來走兩步，好好給大眾解釋清楚。這些種種普通人理解不了，根本沒法理解。第二樁，圈子識人，深度捆綁，耐人尋味。全網皆知，坊間公認。早年在北京，他和身負重大刑事前科的臧天朔，常年以兄妹相稱，私交極深，數十年深度捆綁。大家都清楚，臧天朔身負重大刑事案底，受過司法嚴厲懲處，是實打實的兩牢釋放人員。當年他身陷牢獄，身陷囹圄，人生徹底跌落谷底之時，
娛樂圈所有圈內朋友人脈資源全部唯恐避之不及，人人劃清界限，人人徹底遠離，人人避嫌自保，沒有一個人敢沾邊，唯獨他自始至終堅定不移，不離不棄。別人躲得越遠越好，他偏偏貼得更近。獄中常年探望，不離不棄，常年悉心關照對方家人，常年持續走動，從未有一日斷聯。等到對方刑滿出獄，第一時間大擺接風洗塵宴，高調相聚慶賀，直至對方病逝離世，他依舊全程出面，全程跑前跑後，親自操辦葬禮，高調沉痛悼念。這是純粹的友誼還是江湖義氣？朋友們，你們說說，我不下定論。我想問所有網友一句直擊靈魂的話，在最现實、最趋利避害、人走茶涼的娛樂圈，所有人避之不及的涉刑人員，低谷不離不棄，獄中照料家人，出獄高調接風，死後親自送終，全程奔走到底。這份幾十年超乎尋常的深厚羈絆，到底是什麼情誼？真的僅僅是所謂的江湖義氣、萍水相逢，還是背後有着長期的人脈互助、資源互換、深度利益捆綁，還是藏着很多普通人看不透、說不清、道不明的隱秘糾葛？老祖宗的真理永遠沒錯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三觀不同，難成摯友，圈層不容，絕不長久相伴。一個常年和違法亂紀、身負刑案人員深度綁定、患難捆綁數十年的人，你讓我相信他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？我是萬萬不敢相信，也萬萬不能認同。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，從無例外。老話講得好，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挨着金鑾殿就長靈芝草，挨着茅房就長狗尿苔，這一點兒也錯不了。第三樁，漠視法規，特權違規實錘。還有一件全網可查，當年公開處罰的鐵證。本人尚在部隊现役，擁有公職身份期間，駕駛套牌、無牌路虎豪車，被公安機關當場查獲處罰，最終因為特殊身份移交部隊文工團內部處理。身為公職人員，現役身份，公眾人物，本該以身作則，敬畏法律，嚴於律己，卻公然頂風違規，漠視交規，肆意妄為。這份特權心態、散漫習性、無視規則的行事風格一目了然，各位網友自行腦補。第四樁，不分是非、護短蠻橫的痞子習性。還有一樁所有人都能查到的公開舊事。當年西寧機場，他的圈內好友無視機場管控規則，拒不配合工作人員執法，擾亂公共秩序，最終被依法處置。事情全貌尚未查清，是非對錯尚未定論之前，他不分青紅皂白，不問前因後果，直接公開發微博，公然指責、謾罵、質疑機場執法人員，無腦力挺鬧事好友。事後完整監控、官方通報全部出爐，真相大白，責任完全在他好友一方。可他從頭到尾毫無愧疚，毫無歉意，毫無反思。怎麼今天這事兒鬧得民怨沸騰，也沒見得立馬出來發微博解釋群眾質疑？這前後不一的表現，總感覺透露着詭異。這是什麼？這就是根深蒂固的護短習性、蠻橫習性、痞子習性，不講公理，不講規矩，不分對錯，只分親疏，自己人再錯也是對，執法人員再對也是錯，眼裡沒有規則，沒有公正，只有私人情面。這哪裡有半分慈善家的包容、悲悯、公正格局，謙卑、謹慎、低調、謹言慎行的處事作風？第五樁，身份錯位，行為失度，引人深思。大家不要忘了，他始終擁有黨員身份。党員的信仰、準則、底線、紀律是有嚴格標準、絕對紅線的。可全網清晰可查，有視頻有真相。他曾當众对着西藏宗教活佛行跪拜磕頭大禮。我不做任何主觀評價，不扣任何帽子，我只把問題留給所有人。一名共產黨員當眾跪拜宗教人士，是否符合身份準則？是否符合紀律要求？大家自行琢磨，自行腦補，自行評判。我就想問所有正常人，一個年少暴力輟學，戾氣纏身，一個學歷晉升路徑疑點重重，一路機遇如同搭乘火箭，層層謎題有待解答，一個常年混跡爭議圈層，深度捆綁涉刑人員，關係耐人尋味，一個公職在身，公然漠視法規，一個是非不分，蠻橫護短，痞子習性難改，一個黨員身份，行事逾越尺度，舉止失範。這樣一路走來的履歷，這樣的性格底色，這樣的行事作風，
能撐起大慈大悲、心懷蒼生、普度眾生的頂級慈善人設嗎？能勝任全網的道德標杆、萬民的善意寄託嗎？很多沒腦子的粉絲總洗地，人會成長，知錯能改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誰沒誰過荒？誰沒吹過牛？誰不曾打過架？誰不曾托過關係走過後門？誰不曾有自己的圈子人脈？誰一點都不犯錯，來無限包容洗白？我聽了這些我無語了，這些都看作優點，也難怪他們那些無腦言論。你的話乍一聽有些道理，但我想說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一个人的初心、本性、三觀、底色，全部藏在從小到大的履歷、圈子、一言一行、一樁樁舊事裡。正所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跟什麼人學什麼樣，懂的都懂，無需多言。我不替大家做判斷，所有帖證公開可查。各位，你看完了这個可以說是深入靈魂的這種分析，你覺得韓大善人他可能從根兒上來講是個好人嗎？歡迎你留言討論，點個訂閱，下集再聊。